王爷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，娘娘这么漂亮的背，受这种罪。南洛清深表赞同的点头，那鲁莽的倒不像是经验丰富的男子，但也强势的不像是断了腿的瘸子。好几次他受不住差点晕过去，若不是底子还在，恐怕是受不住他的折腾。不过有件事娘娘恐怕不知道，就是王爷虽说名声不大好，但却是一个极为传统之人。宋姑娘虽说养在王府多年，但王爷却是从来都没有碰过她，就连一根头发丝儿都没有碰过呢。所以说娘娘可是王爷的第一个女人。南洛清惊讶地睁开眼，眼中情绪涌动，许久才归于平静。难怪一直觉得秦玉修的技巧不咋地，原来是从没有碰过女人。也不知为何，他心里竟由此泛起丝丝的甜，心情一好就想给唐月涨月钱。你们在本王妃跟前伺候也不短的时间了，伺候的也不错，更没有出什么大错。普通的丫鬟呢，月钱涨1倍，唐月，你的月钱涨3倍。娘娘，您给奴婢的月钱不算少，怎么又给奴婢们涨钱呢？银子要花在刀刃上，可不行这么造。虽说涨月钱是件高兴的事情，可娘娘在后院还没有站稳脚跟，上下打点的地方所花的钱不少，怎么能随便乱花呢？若是以前的确如此，可如今却有些不同了。娘娘可别觉得奴婢笨，就用这种话来忽悠奴婢。以前世道好的时候，银子好挣，多花点也无可厚非。如今世道不好，四处发洪水和闹旱灾，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，那银子可得多存些，总有用处。你说的是，那么就只涨你一个人的月钱。既然是娘娘赏赐的，奴婢就没有拒绝的道理。奴婢会将那些银子存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不用，那些银子本就是赏你的，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。不过本宫倒不是那样缺银子，如今名下还有3间铺子，银子不会像过去那样缺了。可铺子在娘娘接手之前就不好，以后生意会不会好也没有一个准数，想要生意好起来，恐怕是挺难的。你这是不相信本宫能将铺子做起来？奴婢自然是相信娘娘的，可是女子做生意从未有过成功的案例，就连顾家四小姐对生意还是一知半解的情况。那你就瞧瞧看，看本宫能不能将3间铺子给做好。奴婢相信娘娘要做的事情一定能成，有什么是需要奴婢做的？等这几日宫中的风波停了，本宫得好好的规划这些铺子，争取让利益翻个10倍。不是吩咐你给娘娘准备晚膳吗？菜呢？不是吩咐你给娘娘准备晚膳吗？菜呢？娘娘这不是折腾老奴吗？早在饭点的时候，老奴就给娘娘备好了吃的。你说娘娘在睡，老奴不敢多说，就一直热着饭菜，一天得热个7、8回。娘娘只说不吃，老奴这就要去休息了。娘娘又说要用膳，这不就是故意折腾是什么呀？想着娘娘恐怕是不想吃，老奴也就机敏的没做。嬷嬷是府中老人，怎能比我还不懂规矩？你是王爷派来伺候娘娘的，准备膳食是你的职责，不论是热多少次饭，都是你应该的。老奴把应该做的本分都做了，其他的全然是娘娘的刁难。而且天这么晚了，再吃可是会积食的，对娘娘的玉体也不好。你最好还是去劝劝娘娘，这顿饭啊，不吃为好。娘娘是千金之躯，哪轮得到你一个老不死的指手画脚？要是饿坏了娘娘的玉体，你担得起吗？老奴在府中伺候多年，还没出过半分错呢，就连王爷都得对老奴客气些。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时辰了，这么晚还折腾什么？还是早些哄娘娘去休息吧。娘娘，主院送来的那几个侍从太过于阳奉阴违，居然把奴婢的话当成耳旁风，他们还仗着自己是府中老人的身份对娘娘指手画脚。
本宫的院子可容不得这些人乱来。等明日我精神了再做处置啊。都听娘娘的。这么早娘娘就歇下了？娘娘要见人吗？娘娘若是不见的话，奴婢这就将人赶出去。人都来了，见一面也无妨。好，娘娘还未睡下可正好。王爷给娘娘送了些御厨做的吃食，生怕娘娘胃口不好。若是娘娘饿瘦了，王爷可是会难过的。都是些什么？本宫瞧瞧。哎呀，娘娘放心好了，都是您爱吃的，而且是御厨的手笔，就没有不好吃的。娘娘慢用，小的还得去王爷那复命呢。慢着，王爷既送了本宫一顿丰盛的晚宴，本宫也得送王爷一样物件，全当是礼尚往来了。南洛清打开药箱，拿了一个白玉瓷瓶交给秦管家。娘娘当真体贴入微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把你们送来的李嬷嬷带走。她既不服从西院的管教，那就去别的地方，别在我跟前碍眼。可是那李嬷嬷惹得娘娘不高兴。问本宫做什么？你该去问她。南洛清不想沾染后宅之事，但可以借秦管家的手除了不听管教的下人。娘娘息怒，都是小的伺候不周，才让那老东西脏了你的眼。小的这就将他带来，给王妃谢罪。秦管家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带我出这火坑啊？我和你说啊，你都不知道这地方有多恶心人。那新来的王妃本事不大，要求倒是格外的多，一会儿要这个，一会儿要那个的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不过是个不受宠的妃子罢了。要不是他巴巴的缠着王爷，王爷能娶她吗？你这老不死的，你什么身份？哪来的胆说娘娘的不好？来人，掌嘴！秦管家，你这就不厚道了。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凭什么打我呀？再说了，你以前不也觉得王妃是个不受宠的，让我们随便糊弄一下就好了吗？现在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谁是奴才谁是主子。再说王爷不宠王妃，怎么会深夜命人送御厨做的吃食给娘娘？这不就是生怕娘娘饿着吗？你竟敢忤逆娘娘，我看你也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等下就把你逐出府去。求娘娘饶命，老奴就是一时迷了眼，老奴对王妃是忠心耿耿的呀。当真？娘娘可一定要信老奴的话，老奴对您是一片赤诚。既然你都说了对本宫忠心耿耿，那本宫便要看看你的心到底是不是红的。娘娘息怒，老奴知错了，就算是被赶出府去，老奴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娘娘，秦管家，你可听清楚了，是他自愿要被赶出府的，和本宫无关。娘娘放心好了，明日西院的侍女小的都会换一批，那些心不在焉的小的都会换掉，势必要为娘娘找几个聪明机智的，绝对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纰漏。娘娘干得好，奴婢早就看那李嬷嬷不顺眼许久了，又因为她是府中老人，大家都让着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府里的主子呢。将她赶出去也好，省得以后见了烦心。明日你去挑几个顺眼的丫头回来，免得再有人往西院安插眼线。娘娘能信任奴婢，是奴婢的福气。哦，对了，今夜还是表小姐离开上京去往慈云寺的日子呢，不知等她回来又会闹出什么样的风波。哎，娘娘，我们是否也派人去拜访下太妃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急。既然楚萱儿喜欢蹦跶，那就让她蹦跶，到时候再来个釜底抽薪，她岂不是更生气？娘娘说的是。王爷对娘娘越来越好，想来以后可就没有什么人敢欺负娘娘了。如今身在誉王府，的确要和誉王处好关系。这是王妃特意给王爷的，尽快交给王爷过目。娘娘可有什么话带给王爷？娘娘倒是没特别嘱托什么，就是命小的将这瓷瓶送来。瓷瓶里是什么物件，小的也不明白，但看在娘娘对此的珍视程度，想来是什么顶宝贝的东西。下去吧。王爷，这是娘娘送来的瓷瓶。怀着疑惑的心情打开瓷瓶，里面是一股浓烈的甜腥味儿。他阴沉着脸将盖子盖上，
里面装的正是补阳的鹿血丸。无论多么虚弱的人吃了这药丸都能生龙活虎，还能在床上再战几个回合。而南洛清送这药来显然是不安好心，是嘲讽他虚。好样的，他记住了。传令下去，让王妃搬来主院住。这么晚了，娘娘已经歇下了，安丰侍卫有什么事儿，明日再找娘娘说。王爷有令，命王妃即日搬出西院。什么？王爷要将娘娘赶出去？何时说要将娘娘赶出去了？不是你说王爷有令要将娘娘赶出西院吗？王爷说的是让王妃搬出西院，去主院住。啊，太好了，王爷终于想通了，终于让王妃回去住了。秦玉秀又闹什么新花样？娘娘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王爷让您从西院搬出来住到主院去。看来王爷还是心疼娘娘的，这么做也算是承认了娘娘的身份。这么说的话，本王妃岂不是要陪吃陪喝，还得陪睡？这样娘娘也能早些产下小世子，那样一来，在府中的地位可是会越来越高。明日再搬。看来娘娘送的礼深得王爷的心，礼刚送过去，王爷就要接娘娘回去。南洛清右眼跳了跳，那礼是他故意送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秦玉修保重身体，不要掏空了底子。言外之意就是少来烦他。不曾想，那鹿血丸竟起了反作用，让秦玉修与他的关系愈发的紧密。哎呀，娘娘可是身子不适，若是不舒服，奴婢这就命太医来给您把脉。这是心病，太医治不了。皇后不敢睡，毕竟一闭上眼就想起自己的弟弟。苏龙不知他的谋划，却要因此而丧命。不管怎么说，苏龙终究是他的亲弟弟。那吃点安神药，身子总归会爽利不少。老奴这就给娘娘做去。给本宫拿一件衣裳来。身后没有回答，皇后正觉得古怪，回头一看，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笼罩着她，手里还拿着一根绳子。苏龙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苏龙喉咙中发出怪的声音，咯咯咯的响声在夜色中听得瘆人的很。你是人是鬼？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来人！皇后啊，你害得弟弟好惨呐！你自己犯的事儿，为什么要害我全家上下的性命？你既是那般疼爱弟弟我，就早一步下地狱如何？这样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。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抓刺客！皇后娘娘要不行了！母后，没事吧？苏龙怎么会在这里？不对，你怎么亲手杀了你舅舅？脖子疼。母后去床榻上休息，朱嬷嬷请太医来。按理说，秦玉秀已经杀了苏龙满门上下，怎么会让他给跑了呢？跑了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让他混进了凤栖宫中，本宫差点就没有了性命啊！皇儿，这一切都是秦玉秀的阴谋，你一定得找个机会除了他。秦玉秀一天不除，本宫就一日不得安宁。母后还是好好养病，不要思虑过重，要不然病可好不了。若是除了秦玉秀，本宫的病自然就好了。秦玉秀一日不除，本宫就一日难安。过几日的百花宴，本宫打算给你挑个皇妃，
如今你势单力薄，不是秦玉秀的对手，但你有了皇子妃就不一样了，你就多了一脉支持，想来很快就能将秦玉秀解决了。有好几个姑娘，本宫瞧着不错，模样与品性都好，等你生出了皇孙，陛下必然会更加的偏爱于你。儿臣的事，你就不要太过于操心了，儿臣心里有数。你是不是还对南洛卿那个死丫头念念不忘？母后，你别这么说，洛卿其实很好的，你若是与他接触的话，他不像是传闻中那样。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东西？南洛卿除了那张脸能看，还有什么能耐？再说了，她是秦玉秀的女人，难道你还要与她偷偷摸摸的不成？你最好是收了这些心思，好好的找一个皇子妃。你若是不挑，那本宫会帮你选一个最适合当皇子妃的人。母后为何非要这样逼儿臣？儿臣不过是想找个自己喜欢的姑娘而已，为什么如此苦呢？再说了，洛卿对儿臣也有意，不过是誉王在从中作梗，横刀夺爱罢了。什么叫做誉王从中作梗？你难道不知道，当初就是南洛卿非要巴巴的嫁给誉王为妃吗？如今见你不过，这才巴巴的勾搭上你。这种女人，本宫绝对不会允许你与她有过多的往来。母后，你这样做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再说了，洛卿会的东西可不少，只是你对他有偏见而已。这一次没能弄死秦玉秀，反令他的气焰更盛。我们不能出其锋芒，你竟还满脑子都想着如何将南洛卿抢到手，这不就是明摆着和秦玉秀争个高下吗？秦玉秀有能耐又如何？儿臣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比秦玉秀差。儿臣与那秦玉秀相比，在各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且洛卿在秦玉秀这种人身边能有什么好日子？大皇子殿下还是少说两句好，皇后娘娘身子不适，可受不得气。母后既然身子不好，就该多多休养，而不是管太多儿臣的事儿。或许少管些事儿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母后担心的不过是皇位旁落罢了。此事您放心，除了儿臣，没人能坐稳皇位，就连秦玉秀也不行。我要轻敌，你当真就那么喜欢南洛卿吗？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随你。若是真能将秦玉秀扳倒，到时候就让南洛卿来伺候你。你也知道，等你坐上那95之尊的位置，天底下所有的女人都是你的。母妃是同意让洛卿入东宫了，那么儿臣会说动洛卿与誉王和离的。不可因一女子坏了我们母子之情。一个南洛卿罢了，即使都依你，不过得等百花宴后，等本宫给你安排一个正妃之后。继南洛卿的事儿上，本宫依了你，正妃的事儿得本宫做主。母后好生歇息，等明日儿臣再来请安。秦泰然刚离去，皇后立马就变了张脸。南洛卿非杀不可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百花宴之前，他必须得死。你去安排。皇后娘娘英明，如此一来，既不会伤了娘娘与大皇子的母子情，又能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老奴觉得绝佳的动手机会就是百花宴，那时人多眼杂，最好浑水摸鱼，又不会怀疑到娘娘的身上。王妃又去什么地方野了？王爷有所不知，今日王妃来了主殿，与张嬷嬷起了冲突。张嬷嬷是太妃身边伺候的老人，在府中更是伺候王爷多年，都没有出过什么差错。可王妃来了以后，先是对张嬷嬷用了刑，还辱骂张嬷嬷。除此之外，王妃还说不稀罕来主院，就回她的西院去住了。安峰听这话觉得不太舒服，瞪了安宇一眼，希望他收敛一点，不要在王爷和王妃的事情上面嘴碎。
可安宇就像是瞎了一样，根本看不见安峰的眼神，只顾着一个劲儿地说：他又闹什么脾气？王爷息怒，其实我们早就应该知晓王妃就是这种性格，而且还有一件事，属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王妃不仅回西院居住，还在院子门口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的是王爷与狗不得入内。那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抓回来，本王要亲自质问他。王妃竟然还有心情吃着呢。你自己不想吃，也不能阻止别人吃吧。今夜管家来，所谓何事？王妃刚从外面回来，身子不舒服，如果不是什么要紧的事的话，还是改日再说吧。娘娘现在需要的是休息。这可不是小的说的算的。王爷说要问罪娘娘，娘娘还是去主院一趟吧，小的也不敢耽搁太多时间，免得被王爷怪罪。秦管家阴阳怪气地瞪着南洛清。昨日他的恭敬不过是因为南洛清得宠，只是没想到王妃的福气这么薄，这才1天的时间就失宠了。可惜他昨天为了这个王妃忙前忙后。问罪？难道王妃自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儿吗？门外的牌匾写了那么清楚的几个字，王爷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小的劝王妃还是不要挑衅王爷的尊严，要不然可没什么好果子吃啊。王妃就别再耽误功夫了。我怎么就不懂王爷和王妃之间的关系了？王爷是主，王妃是仆，王妃得听王爷的命令，又有何错？如今王妃竟敢公然唤王爷为狗，王爷又怎能忍下这口气？今夜王妃恐怕是活不到明日了。你可别忘了，前不久王妃刚救了王爷的性命，对于王爷来说，王妃是王爷的救命恩人。你觉得王爷会因为王妃的一句话就要了他的命？救命恩人，就算没有王妃相帮，王爷也不会有事。这件事你也是知道的。王爷的腿疾多年未好，若不是王妃，王爷得多受多少罪。从这一方面来看，难道王妃不是王爷的救命恩人吗？谁知道他用了什么把戏来治疗王爷的腿疾？或许一切都只是他说的大话呢？你到底是王爷的属下，还是王妃的属下？你为何处处都在维护那妖女？我懂了，你之所以处处维护南洛清，就是因为你也被那个妖女所迷惑，也着了她的道。王妃是主子，可不是你一口一个妖女能叫的。你最好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这样才能在诡谲的京中捡回来一条命。我去请王妃，你回去。你对管家做了什么？秦玉修就是这样教你规矩的。你一个侍卫，竟然敢对娘娘动刀，不想活了不成？那属下也想问问娘娘，为什么对秦管家动手？他又做错了什么？秦管家出言不逊，娘娘不过是浅浅的教训了他一下，还仁慈的留了他的性命。听你的语气，难道你是想为秦管家打抱不平？王爷让娘娘走一趟，为何娘娘还没有动？本王妃也得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去见王爷啊。再说了，不过是迟了一些，有必要这样催吗？南洛清起身，安宇还以为他终于要出门了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转身去了浴池。你做什么？我可不能这样风尘仆仆的模样去见王爷，自然是要梳洗打扮一番啊。难道你是想王爷体验感不好？那么还请王妃快醒。小侍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王爷派你过来救我的。王爷看你久去不回，就命我来找你。你这东西从什么地方得来的？自然是从你额头上拔的。完了，这拔了可是要人命的。完了！安分一些，你若是死了，还能这么活蹦乱跳？可这是王妃说的，这银针不能取下来，会没命的。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为了吓你的。王爷敢杀妾身，别忘了，王爷的腿可只有我一人能治，除非王爷想和妾身同归于尽。什么时候本王请王妃，还得派几个人去催，王妃才愿意来。
他的腿索性就缠上秦玉修精瘦有力的腰身。这个动作一回生二回熟，南洛清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可对于秦玉修这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来说，就见不得他这副姿态。放开！王爷说的这是什么话？需要放开的难道不是王爷吗？妾身还被王爷掐着喉咙呢。秦玉修的脸色愈发的黑沉，索性甩开手，愤愤地坐在太师椅上。王爷觉得妾身来得晚，为什么不问府里人是怎么伺候的？一来就对妾身一顿骂，妾身心里有气，也不想发泄到王爷身上，所以就沐浴更衣去了，等消了气才来的。你在门上挂了牌子，说是不让本王进西院。牌子的确是挂了，可是没有侮辱王爷的意思。西院毒虫毒蚁多，王爷若是去了，恐怕会因此生病的。妾身这是为王爷考虑。你西院是本王与狗不得入内，在你眼里，本王与狗一样？秦玉修问得认真，南洛清一时没忍住，竟笑出了声。你还敢笑？王爷误会了，这句话其实是见仁见智的。妾身不喜狗，所以就随意把狗加了上去，可没有侮辱王爷的意思。你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。王爷怎知妾身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本王不是让你搬回主院，为何又搬回去？西院住习惯了，再说王爷厌烦妾身，妾身也不想天天在王爷面前碍眼。其实你是嫌本王碍眼吧？王爷说的这是哪儿的话？妾身可不敢嫌弃王爷。看来你是不想要名下这3间铺子了。王爷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铺子是妾身从姨娘手中讨回来的嫁妆，那既是嫁妆，那就是妾身的东西，王爷凭什么染指？要么搬回来，并且将那牌子撤了，再和本王道歉；要么，本王就处理了这几家铺子。王爷何苦为难妾身一个小女子呢？王爷日理万机，需要处理的事情有那样的多，为何偏偏和臣妾过不去啊？早先王爷就说过，绝不可能爱上妾身的，让妾身千万不要痴心妄想。妾身如今一切都照做了，一个人搬回了西院。这冬凉夏热的，妾身可说过一句受不住。王爷为何非要强迫妾身搬回主院呢？难道是觉得这是对妾身的恩赐吗？谁给你的胆子质疑本王？再说，你能活下来，自然是本王的恩赐。要不然本王要弄死你，就和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如果你不听话的话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王爷除了威胁还能做什么？你拿那3间铺子威胁我，又能怎么样？听王妃这意思，是连这3间铺子都不想要了。那行，明日就命人砸了。铺子我要。王爷说的事儿，妾身不能答应。妾身又没有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是说打张嬷嬷的事错了，还是教训秦管家的事错了？看来你还是不想要这几间铺子。王爷除了会威胁人，还有什么本事？妾身做生意碍着你了吗？本王不过是要教教你规矩罢了。你既是誉王府的人，自当是事事听从本王的安排。本王让你回到主殿去住，你就得回来。王爷当妾身是什么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牵线木偶。当初王爷既不愿意让妾身踏足主殿，如今王爷又在装什么深情？难道说王爷已经爱上妾身了，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将妾身留在王爷身边？不可能。既然王爷不喜欢妾身，那妾身走就是了，没必要这般阴阳怪气。王爷可是要用膳，厨房的饭菜已经热过好几次了。撤了，不吃。王爷是否需要属下去将娘娘追回来？一次这么宠着，2次也这么宠着，难道要王爷次次都如此宠着王妃不成？在大齐只有女子听男人的命令，可从来没有男人听的女儿的命令这一回事。若是王爷此次低头了，王爷的面子往哪儿搁啊？
王爷可有什么话要与王妃说？属下可以帮忙传话。行，你去与他说。他若是再这么僵着，那就随他所愿。王爷应该狠狠地惩罚王妃，要不然王妃可经不住王府中的规矩。你是主子，还是本王是主子？去受罚30军棍。属下领命。娘娘，西院呢？我们应该是没有走错吧？齐玉修是疯了吗？他把我西院给拆了。王爷为什么将院子拆了？唐月寻思着，这不会是王爷想要娘娘搬回去主院住的办法吧？可见王爷的脑回路太过于奇葩。对于其他男子来说，哄姑娘的法子不都是送宅子？怎么到了王爷这儿，哄姑娘的法子倒成了拆家？临时搭建起来的戏台唱得热火朝天，南洛清一听这咿咿呀呀的声音就震得头疼。他立在秦玉修前，刚想质问他为何拆了西院，秦玉修拉着他坐在腿上听曲儿，南洛清睁不开，便随了他。刚好这亭子凉飕飕的，靠着秦玉修这人肉垫子还挺舒服的。你为什么认真听曲儿？南洛清听得直犯困，好不容易打起精神来，就瞧见戏台上的当家花旦一个劲儿地朝着秦玉修抛媚眼，每一个扭腰与甩袖，似乎都是为了挑逗秦玉修。更可气的是，秦玉修还看得挺起劲儿。王爷可听过女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？王妃这是吃味了。妾身来找王爷是为了正事。南洛清瞥了花旦一眼，花旦吓得连步子都迈错了。花旦哪敢搔首弄姿，吓得跪倒在地，连连告罪。他寻思着王爷喜欢听戏，而王府只有一个王妃，并无侧妃与妾室，他就生出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想法。能入得了王爷的眼，他也就脱离了下九流的贱籍，当上人人羡艳的王妃。于是他在台上舞得起劲，恨不得将浑身解数都使出来。滚出去！他本是想听曲儿解乏，可碰上这操心事，听曲儿的心情瞬间消失得荡然无存。王爷还当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！那花旦明显对你有意，你就这样将人赶出去，未免太过冷酷无情了些。本王玩你一个还不过瘾，哪儿还想再弄个麻烦精？王爷当真是有钱没地方花，把西院拆了玩。西院本就是本王的地儿，本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王妃有意见？我既是王爷明媒正娶回来的夫人，那么誉王府的地怎么着妾身也占一半，王爷就不应该挪动那部分属于妾身的。南洛清气得小脸绯红，亏他还为了秦玉修买了3000里的灵丹妙药。秦玉修听到夫人2个字，眉眼间的狠戾被冲淡了许多。他和南洛清还在冷战，他可不能先低头。若是南洛清愿意低头，他愿意考虑两人的关系缓和些。南洛清见秦玉修走神，愈发的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人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？唐月，走。眼看着南洛清离开，秦玉修的脸再次沉了下来。这女人怎么这么不好哄？她把西院拆了代表什么意思？她会不知道？不就是让她来主院住？要不然能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？王爷可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家娘娘，她今日出去是为了给你找治腿的药啊！这幽檀鲜花是娘娘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，娘娘一心只记挂着王爷，王爷可千万不要误会了娘娘的好心。花儿留下。娘娘对王爷是真心的，奴婢还从未见过娘娘对谁如此上心过。跟着他，不要让他有危险。娘娘，我们去哪儿啊？眼看着天就要黑了。去顾家，正好有点想祖母了。王妃且慢，媚儿有话要说。王妃岂是你一个戏子能够搭得上话的？还请娘娘帮小女子在王爷面前美言几句。
小女子万分感谢。你若是有话要和王爷说，那就自己去说，来找本王妃做什么？娘娘误会奴婢了，实在是小女子与王爷之间颇有渊源，王爷待小女子极好，小女子也给王爷唱了好几次的戏，小女子没想到会冲撞了王妃。你在台上搔首弄姿的，就没想到冲撞到本王妃？还是说你本就喜欢脱衣服给男人看？娘娘误会小女子了，小女子哪敢当着娘娘的面对王爷有心思啊？小女子就是因为此次失误，才导致被戏班子责罚，以后应该是没机会上台了。听说王妃是个心善之人，还望王妃能把小女子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。只是王妃能不能将小女子带在身边当个侍女？小女子什么都会，肯定能将王妃伺候好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你竟然还要和我抢饭碗？你除了会勾引人，还会干什么？我看你就是会发骚。娘娘明鉴，小女子只是为了在娘娘身边伺候罢了。既然是王爷喜欢你，那你就去王爷面前献殷勤。本王妃可不吃这套。你们这一个两个的呀，都仔细着点儿。王妃的话可一定要听，王妃让你们怎么做，你们就怎么做，可千万不要偷奸耍滑，惹得王妃不高兴，要不然有你们好受的。这女儿想爬王爷的床，本王妃给她个机会，让她好好的唱个够。盯住了，别让她停下来。她若是敢停下来，就用长箭射穿她的心脏，让她死在戏台上。南洛清对绿茶可没什么好脸色，在他跟前装柔弱，他可不会买账。王妃误会小女子了，小女子根本就没有要冲撞王妃的意思，更没有想着要与娘娘抢王妃。小女子不过是觉得娘娘一人伺候不来王爷，小女子便寻思着帮娘娘减轻点负担罢了，还请娘娘宽恕小女子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本王妃倒成了坏人了。不过我的用心良苦是你不懂罢了。不是喜欢勾引男人吗？你不脱得一干二净的，该怎么勾引呢？本王妃不过是顺道帮了你一把，你若是真当上了侧妃啊，那也是你的本事。哼，别以为自己足够不要脸，就胆敢与王妃比。我家王妃可是天仙似的人物，你充其量就是一个跳梁小丑，给娘娘提鞋都不配。上不得台面的戏子，也妄想攀附上誉王府，哼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娘娘没有动手要了你的命，都是慈悲为怀了。我知道你在心里想些什么，无非就是谩骂王妃的话。你最好积点德，要不然王妃放过你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把那戏子的腿打断，送去当军妓。王妃回来了。王爷误会了，王妃并没有回来，她反而在顾府过得很开心。先是和一众世家公子比拼射箭，后来又与大皇子有说有笑。属下还听到大皇子邀请王妃去东宫坐坐。安宇又偷偷地看了眼王爷，发现他不仅是衣裳有点绿，头上也有点绿，就连脸都是绿的。他敢！让他回来。安宇恨不得他在外面玩就别回来了，反正回来也是惹王爷生气。你下去领20军棍。王爷，属下可是做错了什么？秦玉修挥了挥手，连理由都不给了。哼，这才半年不见，怎么这副为情所困的样子？你都不知道我这半年走遍大江南北，才给你找来这治腿的药，能保你初一15不会疼得晕过去。不会说话就把嘴留下。许久未见，你不感谢就算了，还对我下杀手，你这脾气怎么比半年前还要臭啊？容我猜猜，难道是病情更严重了？还是说因为女人？怎么哄女人？我没听错吧？你不会是被精怪上身了吧？竟然问出如何哄女人的话来。没想到你也有被女人拿捏的一天。容我猜猜是谁呢？
总不能是宋玉犬吧？这女人也死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难不成是苏灵儿？那女人脾气差是差了点儿，但长得还行，对你也是一片真心。就是他们苏家上上下下呀，不是个省油的灯啊！难道说你已经对新王妃情根深重了？若是这样的话，我可得好好认识认识她。能让誉王殿下牵肠挂肚之人，必然非同寻常啊！什么时候你的武力已经高我这么多？还记得半年前，他因为腿伤，内力散了一半，武力自然倒退了一半不止。可刚才那2招，武力远高于他。这半年在秦玉修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直如此。秦玉修勾了勾嘴角，近来他逐渐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，不仅偶尔能站起来走2步，腿疼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可见南洛清的治疗是有显著效果的，站起来如过往一般行走，指日可待。你不说要哄哪个姑娘，我又如何帮你啊？玉王妃，哄姑娘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说些好话，送些礼物，不就哄好了吗？秦玉修眉头紧皱，好话不是说过了，礼物不也送过了？半个库房的东西都送到他院里去了，还不算是求和？博弈透过他微妙的神情读懂了他的心思。啊，好话说尽了，礼物送过了，王妃还是没有回心转意？你送的什么礼啊？说的什么话？秦玉修简单的说了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。哼，还真是有你的。既然想求和，将人家宅子拆了做什么？人家姑娘只会觉得你厌恶她，不回娘家还留在你眼前丢人现眼不成？当下怎么做？当下自然是好好哄着，送她喜欢的东西，再表明自己的心意。本王对她可没什么心意。哼，事到如今你还嘴硬。滚！你筹备了这么多时间，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夺回属于你的东西？等一个时机。的确，若是现在起事，成功概率只有1/10。我了解你的性子，你素来只喜欢做100%能成的事儿。我也想快些让秦红叶付出代价，只是片刻都不愿再等了。博弈乃前任骠骑大将军之后，却因秦红叶上位，给他们家安了个通敌叛国的罪名。一夜之间，将军府血流成河，还是秦玉修亲自将唯一的幸存者博弈救了出来。庞大的家族在一夜之间倾倒，只留下连个不足5岁的孩子。博弈浑身是血，吓得连话都不敢说。秦玉修却比博弈还要年幼，他眼中闪着坚定的光。博弈也在一夜之间成长，将自己修炼成最快最利的道，势必要让秦红叶见血封喉。一转眼10来年，他们羽翼渐丰，眼看着就要名正言顺地夺回皇位。玉修偏偏在这个时候伤了腿，落了个终生残疾的下场。齐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那便是身有残疾者不能成为齐国之王，毕竟有损国体。玉修的腿一日不好，一日就无法成为皇储。秦红叶这法子简直杀人诛心。最缺的不还是银子？不论是养丝兵还是兵器，那都得要钱。你的腿近来可好些？过几日我再去西凉转转，听说西凉有位圣女，能治所有疑难杂症。就是那人高傲清高的很，不容易见着，但人总有弱点，到时候我碰碰运气。不必，本王的腿再过一些时日就能治好，不必再去西凉大费周折。是哪儿的神医治好你的腿？找了这么多大夫，个个都说没办法。玉王妃的医术不错。看来我得找个机会好好会一会这个玉王妃，不仅让千年铁树开了花，还有绝世无双的医术。你这王妃娶得好啊，比那宋玉犬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想死就直说。难道不是如此吗？你既有了王妃，对她也有益。虽我没见过玉王妃，但如此有能耐的人，胜过宋玉犬不止1星半点儿。你可别错过了家人，要不然有你后悔的。宋玉泉是本王的救命恩人，是本王欠他的。
你也说了，当时宋玉犬救你的时候，你陷入了昏迷，是醒过来的时候瞧见了他。或许救你的根本就不是宋玉犬呢。不是宋玉泉还能是谁？在那荒郊野岭的，不会有人去那儿。反正宋玉泉死了，也死无对证了。说起来，偌大的齐国，也就只有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钱玉修能让我侧目。除此之外，齐国没有一个值得一见的。花溪回想起曾经惊鸿一瞥的秦玉修，至今念念不忘。少年应当是他那模样，鲜衣怒马，酒醉春风。曾经他还想将秦玉修带回神医谷，就和养一只鸟儿一样养着他。可秦玉修竟不解风情，要用他那长枪杀了他。如今想起此事，依旧恨得咬牙切齿。大齐誉王在3年前伤了腿，差点没了命，现在还是个瘸子呢，丝毫没有当年惊艳天下少年郎的模样。华西神医还是不要念念不忘的好，这人根本就配不上神医记挂。哦，瘸子啊，那岂不是带回去更不会跑了？神医谷不会收外来人的，更何况是大齐的皇室。聒噪！华西不满地弹了一声凌厉的琴音，只见侍女痛苦地捂住耳朵，而在她的指缝之间，有殷红的血流下来。是奴婢错了，恳请华西神医饶奴婢一命。秦玉修，只能我说，容不得你们说。什么时候大齐也有如此厉害的医者了？不过是救了一个晕倒的小丫头，华西神医就能看出那女子的医术不简单。倒地的女子并不是简单的病症，而是有先天性的心疾，瞧着就是一副时日无多的模样，本身也懒得出手。可那女子竟然用一瓶药将人救醒，颇有能耐。可能是碰巧吧，华西神医不必多想，您的医术众人有目共睹，到底谁的医术更强，百姓心中自有定夺。看来这大齐挺有意思的，本神医就多待一些时日。那么奴婢就将华西神医安置在重阳楼，您看如何？重阳楼本就是神医谷所设，那儿什么都有，住得与西凉一样的舒服。的确呢，那儿还常年供着香火，可见大齐对西凉的医术是极其崇拜的。侍女提起大齐，就一副嘲讽之意。上不得台面的齐国，还妄想与西凉比肩，这不就是应该的吗？大齐这100年来，除了秦玉修能拿得出手，哪儿能比得上西凉啊？如今就连秦玉修也倒了，大齐不还是如砧板上的鱼一般，随便我们拿捏吗？话说回来，等西凉彻底把大齐蚕食了，我就和陛下说，要了秦玉修当面首。华西神医所言极是，3年之内，大齐必然是西凉的掌中物。南洛清在路上走着，敏锐地感受到一阵杀意。他的手搭上腰间的软剑，回眸准确地凝视着阁楼。可惜阁楼外有帷幔飘荡，隐隐绰绰地瞧见里头坐着人，但看不真切。干什么呢？怎么停下了？难道说是突然发善心，不送我去国子监了？哎，你可真是我的亲妹妹，好妹妹，比锦荣还亲。你去查一查，那阁楼上坐着的人是谁？你自己身边的侍女可以使唤，你偏偏不用，为何使唤我的小厮？顾锦柏双手抱胸，很是不满。南洛清瞥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就像是在看地主家的傻儿子。你都是我的跟班了，你的小厮那就是我跟班的小厮，有什么使唤不得的？哎，行，你别杵着当门神了，赶紧上楼去看看，上面坐着的是什么人啊？娘娘，可是有什么事儿？无碍，就是碰上一些臭蟑螂罢了。等了好一会儿，小厮回来说是一个姑娘，不过那姑娘已经走了，掌柜的并不知道那姑娘的身份。果然是蟑螂，连脸都不敢露。南洛清喃喃自语后，瞧见小厮的脖颈上突然多了2道黑色的蛛网，他立马扣住小厮的手，给他施针解毒。你咋回事啊？
你是不是看我的小厮不满很久了？你不满就不满，动手做什么呀？人家虽然是下人，但好歹也是个人。哎呀，三少爷，你可少说两句吧！没看见这小厮脸色不对劲儿，印堂发黑吗？你再看看他的脖子，有2个诡异的黑色痕迹，去之前没有吧？依我看，娘娘肯定是在救人。的确，南洛清是在救人，这毒还是一种会传染的毒，若是不出手救，他们3个也会被这蜘蛛毒所传染。花费了1刻钟，南洛清终于将小厮身上的毒逼出。此毒凶险又少见，沾染上恐怕不止死1个人，而且还会快速传染。那女子明摆想让我们所有人不好过。那人未免太阴毒了些，小厮与他无冤无仇，他竟然直接下毒。再说了，小厮根本没有瞧见他人，他是怎么下毒的？对于一些医毒很强的人来说，下毒自然可以悄无声息的。多谢王妃相救，要不然小的可就没命了。那人到底是谁啊？顾家的仇人，还是誉王府的仇人？怎么能大庭广众之下就对我们下毒啊？这毒并不是齐国人常见的，而是盛产于西凉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人应该是西凉人。可我们与西凉也还算和平，西凉人为什么追杀到此地啊？谁知道呢？哎，走吧，赶紧的，免得那人又追上来了。各位爷，可曾听说明日的比试，就是赵氏铺子的东家南玉威与振兴堂的东家南洛清比试？喂，现在多少人买娘娘赢啊？0，没有1个人买王妃胜，倒是已经有上千人买南家2姑娘胜了。欺人太甚，这不是根本就不把我小表妹放在眼里吗？小表妹放心，他们不买，哥哥我买，买，全都拿去买，就买小表妹赢，气死他们！啊，你是要买南玉威南姑娘胜吧？那个南洛清玉王妃，可是1个买的人都没有啊！我就是要买南洛清玉王妃胜，你给我画上，这里足足有1000两银子，不要记错了。哎呦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竟然有人傻的来送钱，1000两银子，是哪个脑子不好的公子哥呀？有钱没地方花呀！玉王妃比南玉威不知道强上多少倍，你们到底有没有长眼睛啊？是谁家公子银子多得烧得慌啊？赌玉王妃赢，这银子岂不是和肉包子打狗似的，一去不复回啊？哼，你可真别说，这些有钱公子哥们儿的想法呀，就是奇葩，非得赌一个毫无胜算的人赢。哎，你们说，那玉王妃到底哪来的自信跟玉薇姑娘比试啊？就这么不怕丢人吗？那玉王妃还有什么脸面剩下？她自己都不怕丢人，我们还替她担心什么？这些人个个眼睛都不好，连娘娘这么有才能的人，他们都看不出来。若是看过正兴堂的胭脂水粉，保证能够闪瞎他们的眼。不急，很快就可以看到他们被打脸了。小表妹，你好好的医术不钻研，去学什么胭脂水粉啊？想来三表哥是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自然是这世上啊，女人的钱最好赚。可说实话，上京长得俊俏的姑娘没几个，她们自己长得不咋地，怎么可能花心思在胭脂水粉身上？这就是你的不懂了。这世上啊，只有懒女人，可没有丑女人。如果再加上出神入化的装束，就算再普通平凡的脸，也能画成天仙的。你当真有这能耐？依我之见，你要是有这通天的能耐，以后上京城所有的银子都会流向你的口袋。表哥错了，区区的上京城啊，我可瞧不上。你可别说大话，要不然到时候啪啪打脸的就是你了。听说三表哥最近手头紧，零花钱也被祖母克扣了不少啊。哎，可不是嘛，都是因为那讨人厌的国子监孟夫子与祖母说了我的坏话，祖母便认为我玩物丧志，就克扣了银子。但你也别觉得三表哥我对你不好啊，唯一剩下来的1000两银子都投到那赌局里了。反正这些银子就没指望拿回来，
哄小表妹开心，值了。那表哥可记好了，这1000两银子，明日能10倍帮你赢回来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1万两白银，唾手可得。当然知道，不能吗？唐月，把我们全部家底都投进去，等到了明日，记得雇人来收银子。我投于王妃胜。唐月低着头找银票，掌柜定睛一瞧，苦口婆心地劝着：小姑娘是不是说错了？赢面大的是玉薇姑娘，玉王妃根本就不是那块料，你可别浪费银子了。等到明日一切揭晓，你就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嗨，谁说玉王妃不是那块料的？你瞎胡说什么？你见过玉王妃吗？你知晓正兴堂的胭脂水粉有多少吗？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敢下玉王妃一定会输的结论？外人都这么说，你爱信不信。你非要买玉王妃胜，那就买呗，反正到时候所有银子都亏进去的人是你又不是我。我要买玉王妃胜，你为什么无视我？你这小丫头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知不知道我这算盘什么价儿？赶紧赔钱！哼，赔钱可以，但你必须得和玉王妃道歉。道歉？为何要与玉王妃道歉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难道不是玉王妃自己不自量力，非要与玉薇姑娘比试吗？若是玉王妃当真有那么大的赢面，为什么全城的人都投玉薇姑娘胜？难道全城的人都眼瞎了不成？哼，可不是吗？可不就是全城的人都瞎了眼吗？可不就是全城的人都受了南玉薇的蛊惑，才全都买她胜？你要是不赔这算盘的银子，我就拉你去见官。掌柜的，别因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丫头气坏了身子，既然损坏了我们铺子里的物件，就抓她去见官。哎呦，今天是什么风儿把玉薇姑娘给吹过来了？里头请。好生没素质，难道洛清姐姐往常就是这么教你的？玉薇姑娘说的姐姐可是玉王妃？可不就是嘛，那玉王妃刁蛮任性，次次都与玉薇小姐作对，这一次更过分，还妄想与玉薇小姐比试，没想到丢人的是她自己。你说什么呢？比试还没有开始，谁赢谁输还不一定，你没有必要这副高高在上的赢者姿态。哼！再说了，这些年来欺负娘娘的人不一直是你们吗？此话怎讲？我处处让着姐姐，反倒成了我的错了。若是姐姐输不起，我倒是愿意退出这场比试。谁说娘娘输不起？应该怕的人是你们才是。还是说你们发现自己必输无疑，所以才找借口解除比试？哼，你们自己什么情况？你们心里没点数吗？瞧瞧，朵玉薇姑娘赢的是比你们玉王妃的多得多，玉薇小姐胜券在握，何必退出比试啊？好了，那算盘的银子我出了，不要为难姐姐的丫鬟。姑娘，你未免也太过于好心了，明明就是野丫头摔坏的算盘，与您何干啊？您竟还要为这样的人付银子善后，这事儿要是被玉王妃知晓了，指不定说你什么难听的话呢。你呀，你就是心地太过于善良了，才处处受人欺负。那又能如何呢？谁让玉王妃是我的亲姐姐，我自然是要让着她点儿。她处处针对我，我却不能那样对她。她心中没我这个妹妹，但我心中却有她这个姐姐，更有这份姐妹之情，只求姐姐能够明白我的苦心。玉薇姑娘何苦要委屈自己呢？玉王妃时常挑衅于你，你越是退让，他们越是会骑在您的头上耀武扬威。玉薇姑娘如此贴心懂事，小的着实是感慨万千呐。呸！你这脏东西可别来沾边！一口一个姐姐的，谁是你姐姐啊？王妃是元安侯府嫡出的姑娘，
而你只是一个妾室所生，就是一个庶出的。娘娘宽宏大量，不与你这不上台面的庶妹计较，反倒是你总是在各方面打压娘娘，来彰显你的能耐，真恶心。你一个下作的胚子，哪儿来的脸说玉薇姑娘的不是啊？这些话肯定都是从玉王妃的嘴里流出来的，才使得你敢在姑娘跟前放肆。本王妃的人你也敢动？姐姐别生气，要怪就怪妹妹管教不好身边的丫鬟才会如此，姐姐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妹妹一直很敬重你的。姑娘何错之有？要怪就怪这丫鬟口无遮拦，竟然如此的羞辱姑娘，奴婢一时看不下去才会动手。姑娘，救命啊！还请姐姐饶了我这可怜的丫鬟。可怜？若不是本王妃来得及时，唐月怕是也要被你们教训了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，万事的起因是你们挑衅在先，还不滚出去！南洛清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人家玉薇姑娘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苏家好歹是将门之后，怎么连个娇弱女人的剑都拦不住啊？看来苏家也是徒有其名嘛。可笑至极，苏公子还盼着能在玉薇姑娘面前露个脸儿，看看能不能得到玉薇姑娘的芳心，不曾想倒让自己成了个笑话。恐怕此刻呀，玉薇姑娘心里对他是恨极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。没那本事，逞什么英雄？姐姐若是有什么火气，冲着妹妹来就好了，不要为难旁人。南玉薇冲着苏公子一笑，多谢公子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姐姐不会有错的。玉王妃就算身份尊贵，也应该讲讲道理，不应该当街对人大打出手。玉薇姑娘能有什么错？不过是在赌局上比玉王妃有人气而已，玉王妃怎么能借此发难呢？我们这儿可不欢迎玉王妃这种人，你还是赶紧离开，不要再欺负玉薇姑娘了。你们一个两个眼睛都是瞎的不成？一开始不就是南玉薇身边的丫鬟对唐月冷嘲热讽，后又想对唐月动手，如果不是南玉薇允许的，彩云敢动手吗？归根结底，这件事就是南玉薇怂恿的，怎么就和他没关系啊？再说他如今不就是怂恿你们为他出头吗？你们可得想好，要不要为了这个虚伪的女人和玉王府、顾府作对？玉薇谢过几位公子的帮助，姐姐的心情我也能理解，不就是马上要比试了，投她的人寥寥无几，她才会恼羞成怒，将怒火迁怒于我。其实姐姐还是十分纯良的，就是在某些事情上很轴，比不过我们赵氏的铺子，还非要比，这不就是显而易见的输不起吗？玉王妃是要破坏比试规则不成？你那可怜兮兮的1000两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眼睛瞎的投的。你不会真以为明天的比试你有胜算吧？大家的眼光绝对是雪亮的。赵氏的胭脂水粉名震上京，目前还没有哪一家的胭脂水粉能比他们家的还厉害。玉王妃明日必输，就不必费劲儿搞这么多花样了。哟，原来是输不起才闹这么一出的。反正今日如何都不会影响明日的结果。若是玉王妃对自己没有自信，大可以直接认输，也不用再多等一日。我是怕你们明日输得连住处都没有了。南洛清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，好像是上京几大商铺的东家。听说他们赌了把大的，将家中全部商铺都压在赌局上。明日南玉薇赢了，他们的利润翻倍；若是输了，倾家荡产。你还是不要说大话了，结局如何，我们都猜得到。哼，那你们明日可得准备好房契和地契，明日这些铺子的东家怕是要易主了。哼，
你连投注的资格都没有，为何敢如此的目中无人？哼，数清楚了，这里有5万两银票，明日10倍还给王妃。怎么样，资本有了吗？够了，小二，把玉王妃的牌子给改了。你还真是豪横，连5万两银票都拿得出来。我先提前谢过你给我送来的银两了。南玉卫，你今日可得多笑笑，明日你是无论如何都笑不出来的。公子可是为那赌局而来啊？您抬眼看看，是要投着玉王妃胜，还是投玉薇姑娘胜？当然，结果显而易见，上京所有人都觉得玉薇姑娘会赢得相当漂亮。安峰连眼神都没有赏给他一个，偏头令人将银子送进来。一箱接着一箱的银子被搬进茶楼，盖子打开，里面是整整齐齐摆放的白银，估摸着有10万两不止。小二，还不赶紧执笔来大生意了！玉王殿下果然是大手笔，一出手就能拿出10万两白银。从始至终就是个小比试，没想到能引来如此多人的关注。那么明日玉薇的表现也绝对不会让玉王殿下为难。玉王妃会免活得太失败了些，就连自家的夫君都不愿意支持你，这话出口，够上京的百姓笑上1年的了。看来玉王妃与玉王殿下关系破裂之事都是真的。玉王如今连玉王妃的面子都不给了，也要支持玉薇姑娘。可不是嘛，玉王素来如此，做出这种事还真是一点都不惊讶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当年不就是玉王妃缠着玉王才得到王妃的位分吗？可见玉王的心根本就不在他身上。说起来也奇怪，玉王妃长得如此貌美，任何一个男人见了都把持不住，竟然还不能打动玉王殿下的心。玉王岂是一般人能比的？听说玉王早就有心上人了，只可惜那心上人香消玉殒。从那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能入得了玉王殿下的眼了。就算是南洛清再美貌又如何，还不是被玉王殿下弃之敝履？10万两白银全押王妃胜。南玉薇呀，南玉薇，你的算盘落空了。如今看来我的资本比你多得多。明日你若是再输的话，那从今以后这上京谈论的可都是你可笑的事迹了。姐姐既然准备好了，明日的比试我拭目以待。姐姐可别输得太惨，丢了元安侯府的脸面。哼，大难临头了，还在嘴硬。王爷就是担心娘娘在外面受了委屈，便命属下带10万两白银来给娘娘撑一撑场面。好在来得及时，娘娘并没有受人欺负。前2日刚与我说手头紧，怎么今日又能豪横地拿出10万两银子给夫人撑场面啊？果然老话说得好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看来你是将我之前所说的哄夫人那套全学了过去，可也不能这么造啊，那可是10万两白银，不是10个铜板。闭嘴，你话太多了。怕是被我戳中了心事，所以不愿再听了。可万一这银子花出去，你的夫人也没有回心转意，你当如何？可会后悔？本王做事从不后悔。还不去？属下这就将10万两白银送出去。王爷是否需要属下给王妃带话？谁说本王要哄南洛清了？本王不过是想要参加赌局罢了。为何要给他带话？你的所有心思都写在脸上了，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些否认格外的苍白，听起来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既然在乎人家姑娘，就服个软儿，又不会少块肉。你要是再这么犟，小心姑娘被别人撬走，到时候有你哭的。嘿嘿，具体要怎么说，还要我教你吗？属下明白，势必会将王爷要说的话悉数传达给王妃。这秦玉修也有开窍的一天。那是自然，王妃离府几日，王爷对您甚是想念，对娘娘的动态更是了如指掌，盼着娘娘能早日回府。这些话可绝对不像秦玉修让你说的，这也不是他的性子。
娘娘是如何识破属下所言非真？顾景柏一脸的失望。行了，本王妃了解他，他呀就是个骄傲的人，不可能轻易的低头的。王妃可能是误会王爷的真心了，这些肉麻的话虽不是出自于王爷之口，若不是王爷的心上没有记挂着娘娘，又何必拿10万两白银给娘娘撑场面？当真？当然是真的，属下跟在王爷身边多年，还从未见王爷对谁如此慷慨与上心，除了姑娘就没有旁人。不还有一个宋玉犬吗？难道王爷对宋玉犬也一般般吗？其实王爷与宋姑娘一直都是友人的关系，王爷对感情慢热，而宋姑娘不主动捅破那层窗户纸，两人就以友人的身份过了好几年。王爷对她是不错，但比不上娘娘。哼，那是自然，娘娘天姿国色又才智过人，哪是那宋玉犬能比的？姑娘何时回府，属下也好复命。顾景柏紧张的呼吸都屏住了，最好立马回府。如此一来，他就不用去国子监了。三表哥是不是很期待我马上回去，然后你就不用去国子监了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呢？哎，你好好的回去找你的夫君，三表哥呢也找点正事做。三表哥，送你去国子监才是正事。娘娘为何不愿回府？可是属下有什么地方说错了，惹得娘娘不满？本王妃还有要事要办。娘娘的意思是，等要事办完回去。明日可得多派一些人来，要不然我怕100万两银子你扛不动。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白色衣裳的姑娘闯进你楼里？她身上还有伤。我这万花楼上下严防死守，就连一个母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更别说是漂亮的女人。公子若是想要找个漂亮姑娘伺候，那也得按照规矩来。黑衣人给了他1块银子。给我找，就算是把万花楼给掀了，也得把人给我找出来。几位公子慢慢找，我还有事儿忙。他一转身就正巧见南洛清出门。这个女人是谁？这位可是我们万花楼的花魁玲珑姑娘，一舞动上京，特别是掌上舞，美得令人心醉。若是公子连玲珑的名号都没有听过，那可真是孤陋寡闻了。老鸨盯着他的脸时愣了一刹，随即笑开。哎呦，今日这妆好，比往常美得多，不枉费我等你这么长的时间。好了，快些去吧，贵人们要等着急了。因南洛清戴着面纱，又花了不一样的妆，老鸨着急赶他上台，竟连人都认错。玲珑姑娘不错，给她赎身，送到偏院去。玲珑姑娘，本王包了。公子说是要包了玲珑，哎呦，那可是玲珑的福气，就是玲珑从小就跟着我，我可不能没了她。若是公子将玲珑带走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多少银子？报个数。银子？玲珑在的话，也能帮我赚，倒不是银子不银子的事儿，实在是舍不得这么好的一个女儿。没想到你也喜欢一个青楼女子，我还以为你心中已经有人了。这个姑娘我倒是挺喜欢的，不如你让给我。有何好让的？你若想要，就出价高于我。秦玉修什么意思吗？真把她当货物买卖了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，让给我有何不可？而且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个女人而影响了兄弟之间的感情。哎呀，我们家玲珑可是有福气，竟然得了2位公子的青眼。只不过我也不该为玲珑选怎么样的东家，只能是
价高者得了，不知这位公子能出多高的价钱呢？若是给不出，就只能让玲珑跟这位公子走了。我再追加一座山庄，够吗？哎呦，那就银子加山庄，将我们家玲珑姑娘带走吧。不过今夜可得留在我这望花楼中，等明日我瞧了公子的山庄后，再将玲珑这丫头双手奉上。不曾想皇兄也是个极尽风雅之人，为了个青楼女子，竟连成交别院都能送出去，当真是令人惊奇。可惜台上的姑娘脸上带着一块面纱，面容瞧不真切，不然还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天姿国色能令皇兄坐不住。本王愿意，也就做了。哼，既然皇兄今夜宿在这儿，那我就不打搅了。毕竟春宵一刻值千金嘛。你们万花楼的姑娘气性都这么大，本王花了千金万两来为你赎身，你还这态度？那还不是您自个儿愿意？誉王殿下，听说誉王已经有王妃了，怎么还留恋着烟花之地呀？你吃醋了？奴家什么没见过，又怎会吃醋呢？当真什么人都见过，本王倒是还没见过王妃你这般风尘的模样。你既早已知晓是我，为何还要飞那山庄？本王倒是好奇，王妃为何会对青楼女有兴趣？我这哪是有兴趣啊？我这根本就是迫不得已。南洛清掀开袖子，玉臂上有几道触目惊心的伤疤。谁弄的？顾府就是这么照顾你的。早就和你说了，不要在外面乱跑，非不听。谁知道那杀手是不是冲你来的？我这伤啊，是因为你而受的。秦玉修从怀中拿出伤药帮他涂抹。别动。就上个药嘛，我自己可以。你背后也有伤，难道也能自己上？怎么不行？你未免也太小瞧人了吧。秦玉修懒得与他争辩，扯开他的衣裳，上手涂抹药膏。秦玉修指尖就像是点了一团火似的，心底某些渴望便喷涌而出。南洛清抓着裙摆紧了紧，手又松开，寻思着还是找个时间跑了算了，要不然他真不知道如何与秦玉修共处一室。还想跑？我这怎么能算是跑？我本来就不是玲珑。再说了，你让我守在这儿，那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皇兄，你睡了吗？我在隔壁听见皇兄您的房内有争执声，我便想来看看。难道我们在床榻上如何，你也要看？这是大皇子的什么特殊爱好？有陌生男子在，不着寸缕的南洛清往秦玉修的怀中缩了缩，他差点要被秦玉修的行为气死，明知有人进来还扒他衣裳，生怕旁人瞧不见。既然皇兄无碍，那我就放心了，不打扰皇兄的情绪。秦泰然的目光四下扫了几眼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地方，看来是他想多了。南洛清起身，却又跌回秦玉修的怀中，而在两人的触碰中，秦玉修浑身滚烫，俯身轻轻地吻了他一下。烛火摇曳，南洛清也沉溺在秦玉修所制造的温柔海中。之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南玉薇对自己是格外的自信，不需要过多的心思就能将南洛清对付得无力还手。倒是冯依依这副紧张兮兮的模样，他很是看不上。又不是什么要紧事儿，至于吗？玉薇姐，你可知我听到了什么好消息？能有什么好消息啊？你就别卖关子了。我在顾府听说南洛清好像是碰见了刺杀，如今下落不明，就连顾景华都派人出去找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若是找不到的话，明日的比试玉薇姐姐赢定了。其实就算南洛清不失踪，我也不会输。是，瞧我嘴笨的，但南洛清失踪了，岂不是大快人心？的确，
他这人就是这样，得罪了不知道多少人。这不，阴沟里翻船了。哎呀，瞧你跑得满头大汗的，这副风尘仆仆的样子，我看着心疼。我那儿有上好的蜀锦，你若是喜欢，就拿去做几身衣裳。誉王府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我倒是真的听说了一些不得了的消息，那就是誉王在万花楼瞧上那儿的花魁玲珑了，花了一大笔的银子为玲珑赎身，这老鸨不答应，誉王又搭上了一座山庄，山庄的价值可不是银子能够估量的。外人都说誉王对这个玲珑姑娘是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，想要娶她回家当王妃呢。看来南洛卿的气数到头了。誉王已经移情别恋，喜欢上青楼女，他那王妃的位置也坐不稳。没了誉王给南洛卿撑腰，他以后还狂得起来吗？可不是嘛，南洛卿之前眼睛长在头顶上，还不是仗着有誉王在。如今誉王宁愿是喜欢一个戏子，也不愿疼爱南洛卿，可见誉王对南洛卿已经是厌恶至极。要想休了南洛卿，不过是一纸休书的事儿。等到那个时候，南洛卿是万人唾弃的女婊子，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罢了，不必我们费那么多心思。玉薇姐姐说的是，没了南洛卿，我们以后的日子别提有多滋润了。可是妹妹说错了什么，惹得姐姐不高兴？倒也不是，我就是突然心中升腾起几分悲凉之感。姐姐她虽脾气暴戾，性情阴狠，说来说去还是我的手足之亲。南洛卿几次三番的对付姐姐，姐姐竟然对她依旧是一片真心，还真是难得。不过玉薇姐姐若是觉得少了个姐妹，完全可以把我当做你的亲妹妹来看待，我不会像南洛卿那样令你难过的。你以后就是我的好妹妹。时间不早了，早些回去歇息，明日记得准时来，不要耽误了时辰。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我有没有心？你不是摸过了吗？为何心里不能多一个我？此话像是电流从他的耳廓钻进后腰，令他瞬间精神。问的是他吗？还是宋玉犬？若是再和他亲热完还能在梦里想着宋玉犬，南洛卿恨不得直接掐死他算了。反正他睡着了，应该是毫无反手之力。洛卿，糟糕，因为秦玉修的一句话，他差点忘了当富婆的高远理想。都说红颜祸水，有的时候男人太美也是祸水。你也会怕失去吗？那怎么还天天将宋玉犬挂在嘴边？这上京许久没这么热闹的比试了，今日可以大开眼界，一饱眼福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你那是喜欢看热闹吗？你就是喜欢看美人儿。谁不知道今日被誉为上京第一美人的南玉薇会来啊？能见玉薇姑娘一面，此生无憾。你再怎么看人家玉薇姑娘，天之娇女也瞧不上你，你可就死了那条心吧。我和你们所有人都不一样，我是来看那个声名狼藉的玉王妃的。听说玉王妃长得丑，能耐差，性情更是阴狠。这样的人与玉薇姑娘相比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真不知道一个元安侯府怎么会出两个差距这么大的姑娘。我们这么多人围着，不就是要看戏的吗？邻里乡间的妯娌打起来，无外乎骂人扯头发。南玉薇与玉王妃吵得如此激烈，不知道他们两人会不会打起来啊？若是真的打起来，那可就有好戏看了。别做梦了，玉薇姑娘性情温婉，怎么可能会对南洛卿动手呢？依我看啊，肯定是玉王妃输了比试，心里不平衡，对着玉薇姑娘破口大骂，这样的可能性才高呢。
玉王妃何止是会破口大骂，她在赌局里也投了10来万两白银呢，这可是一大笔银子。若是输了，她恐怕连杀了这个玉薇姑娘的心都有了。这话说回来，这么多人来看，是不是多多少少都赌了些啊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我把我全部身家都押进去，投玉薇姑娘胜了。等比试结束，我就拿个麻袋去装银子，能在朱雀街买一栋3进的房子。唉，还以为能一睹芳容，没想到玉薇姑娘包得这么严实。大清民风开放，不至于出门还得带这么长的帷幔吧？你若是不看，走就是了，又没人逼你看。再说了，玉薇姑娘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她长得那般美，若是出现在台上，免不了引起一阵骚动。她戴上面纱就是为了安全考虑。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她的良苦用心。哎，小姐，您都不知道，那些男人看您的眼神都痴迷了。不过奴婢有一件事儿不明白，小姐如此美貌，为何要让这纱幔挡住您的美貌？那些人怎么配天天看本小姐的美貌？让他们看一眼就够了。小姐说的是奴婢没有考虑周全。怎么就顾姑娘一人，没有瞧见青洛姐姐？不知姐姐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还不露面，是有什么压轴的玩意儿吗？哟，打探敌情来了呀？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？顾姑娘还未说夫家吧？嘴上要是这么得理不饶人的话，可就没婆家要了。你可别怪我说话直接，我这是为你考虑。你最好还是注意这些。今日来了许多王孙公子，你可别错过机会。哼，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，整天想着怎么攀龙附凤和当男人的玩物？我与你不同，我志存高远，不屑于玩那一闸那一套。这些话都是南洛卿教你的？哼，你其实对号入座做什么？还有啊，你若是有能耐，就把上京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嫁一遍，这样也好知晓哪个男人伺候得你舒服。一双玉臂万人枕，一点朱唇万人尝。南玉薇果然是好姿色。放肆！我家小姐岂是你能污蔑的？你得跪下与我家小姐道歉。放肆的是你，我是陛下御赐的4品中正，你又是什么品阶？敢在我面前叫嚣，侮辱朝廷命官是何罪？你可知晓？敢问元安侯府的庶出姑娘是什么品阶？敢放任庶女侮辱朝廷命官？还不跪下，赶紧给顾大人赔罪！往常本小姐是这么教你的不成？你自己对朝廷命官不敬，可别拉上本小姐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还请大人饶恕奴婢，奴婢不是有意的。侮辱朝廷命官可是得斩杀的。还请大人放过奴婢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者无罪，还请大人再给奴婢一个机会。小姐，求求您帮奴婢美言2句，奴婢真的不想死。彩霞，你我好歹主仆一场，你自己犯的事儿就不要扯上我。你家中兄弟也是因为你在元安侯府当差才有的这泼天的富贵，你若是想要兄弟依旧有这荣华，应该知晓怎么做吧。来人，拖出去发卖了。南姑娘果真如传闻中的那般大公无私。哎呀，如此重要的时刻，小表妹还没来，都已经1天了。没有消息传回来就是好消息啊，不是吗？说明小表妹目前并没有什么危险。眼看着比赛就要开始了，可得碾压南玉薇，不能让她嚣张。属于小表妹的场子，我们要帮她找回来。正兴堂是小表妹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，我不会让她在上京城所有人面前丢人的。2人正说着话，正兴堂的梅姨还有赵江和尚前来，为了给南洛清撑场面，2人都穿了最为隆重的衣裳来。梅姨本就长得美，
经过鬼斧神工的化妆术后，脸上的伤疤一丝一毫都看不出来了，就连已经有些衰老的肌肤都被妆粉抚平，变得细腻可人。哎，这不是万花楼的头牌梅姨吗？之前是名动京城的舞姬，想要见她一面，须得黄金万两呢。今日是值了，不仅能瞧见上京第一美人，就连曾经的上京第一舞姬都能瞧见，这一趟不亏。切，不过就是个不入流的舞姬罢了，瞧你们个个口水流下来的模样，还真是没见过世面。小兄弟啊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梅姨可不是普通的青楼女啊，她卖身不卖艺，早先呢也是官家之后，后来家中犯事儿才会流落到烟花之地。所以说啊，成了舞姬并不是她能选的，而她的妩媚而不俗，千之难忘啊！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眼，你们如此追捧她？哎，小兄弟，真正不懂的是你。梅姨可是比寻常之人还要有情有义的。她曾经与一个书生看对了眼，那书生言之凿凿啊，就是等这个考取了功名，就来为他赎身，带他离开那烟花之地。哼，当时愿意为梅姨赎身的员外从朱雀街排到了玄武街，可梅姨硬是一个都看不上，说是那些人都不是她的有缘人。那书生很特别，能让梅姨心甘情愿跟他走？切，能有什么能耐？穷得连私塾都上不起，啥银子不是梅姨供给他的？他靠着花梅姨的银子上了私塾，有了学问，考了探花，功成名就。那为何梅姨还在这儿？她不应该是探花郎夫人吗？哼，那林平当上探花的第一天就娶了国子监学的这个嫡女，俩人亲上加亲，哪还有梅姨的位置呀？他功成名就之后，还用银子来羞辱梅姨，说是啊，他这样的清贵人家怎么可能娶一个舞姬当夫人？除非啊，他不想要自己的仕途了。这曾经的山盟海誓是犹如在耳啊，可梅姨的一片真心倒成了最大的笑话啊！梅姨自毁容貌，自己赎身离开了烟花之地。再后来呢，就再没听过她的消息了。一晃呀，已经过去许久了。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到梅姨呀！你说她毁容，她皮肤白皙的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，哪像毁容的模样啊？这毁容嘛，的确是毁了，要不然万花楼不会轻易放她离开了。只不过后来呢，碰见了什么机遇，修复好了容貌，就不知道了。男人当然是希望瞧见梅姨这副容光焕发的模样。听说婚后的林平处处受老丈人还有夫人的欺压，日子过得喘不上气。真好啊，恶人有恶报。这世上难道真的有生死人肉白骨的能耐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梅姨正是振兴堂的掌柜，而振兴堂的东家是南洛清。真不知道这样有情有义的梅姨怎么会与南洛清混在一起。